分酒不分家。谭司令，来一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。好烟，舒坦。陈市长啊，你说我这怎么还有点胸闷，头还有点晕呢？你也多喝几杯啊！来，各位兄弟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是这儿太嘈杂了，要不咱们出去透透气？好啊，请，走，走。来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呼吸不上来了。来个，行，喝吧。来，倒点。都得喝后谭司令喝多了，在外边透透气，啊！多喝几。陈市长，你给我的可是索命烟。谭司令，大家诚心诚意来为你接风，你倒好，2条人命，你眼都不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呀，就是太乱了。陈少武为了一己私欲，谋害前镇守使谭子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到底是这样啊？诸位，前镇守使谭子杰在泡温泉的时候心脏病突发，溺水而亡。心脏病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。他在死亡之前抽的正是陈少武给他的哈德门香烟。之后，我们对烟头进行了化验，发现香烟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洋地黄。这个洋地黄可以使人的心脏骤停。就是说，我
刚刚陈少武如法炮制，给谭司令抽了同样的香烟。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险呢？这是丧心病狂！真是丧心病狂！死有余辜，太恶毒了！陈少武为了把持军权，谋杀长官，实属丧心病狂。对，这种人绝对该死！该死！什么东西？就是该死！哎，你说，这新任的镇守使带着新兵到咱们江城来，这不明显的改朝换代吗？那咱们前程怎么办？还要什么前程？你没听说淮南镇守使都被革命军抓了吗？这江城啊，早晚朝夕不保，革命军一来准完蛋。我说你俩就稍高兴吧，我们这些在陈少武部下的，回头还不知道被怎么处理呢。这谭司令据说是陪都军的人，你说那个徐都军把税收到几10年后，他该不会不承认吧？哎，新官上任，咱们肯定又得扒层皮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各位乡亲，我是谭司令的家眷，我替他向你们保证，再也不会苛捐杂税。谭夫人，此话可当真？当真？当真。当真。兵的事情谭司令管，钱的事情我能说上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回有希望了。是。请。各位江城军界同仁，各位守卫江城、劳苦功高的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今日江城局势危急，又遭逢变故，军中无帅，人心惶惶。但所幸的是，谭家军后人谭司令心系家乡，挺身而出，他放弃上海司令之位，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。这实属我江城百姓之福，也是我等之大幸。下面欢迎江城新任镇守使谭玄林长官为大家讲话。离家多年，各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应该听说过，自民国新造以来，最年轻的上海王谭司令，不仅敢从越城督军徐伯钧的嘴里抢肉吃，还让他下了瘾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上海王谭玄林。我这次回江城出任镇守使，是我自愿的。江城现在正处于两军交战的前沿，革命军一直想要攻占这个长江北岸的水陆要冲，而北京政府呢，却一直在观望。只要我们作战不利，他们就会随时派人接管我们，甚至兵戈相向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江城现在的处境：四面楚歌。这个局势确实不好。所以，江城何去何从，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现场的每一位的生死存亡。我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只是想为江城找一条出路，更是为了你们找一条活路。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现在革命军就在对岸。即便我们埋了水雷，关了城门，可又能坚持多久呢？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罗督军、徐督军还是裴督军，又有哪一位真正把江城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呢？江城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隔开战火的屏障，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筹码。所以，作为江城镇守使，我在此宣布，江城
拥护革命。这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这干什么？这都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清，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。税收到了几十年后，大家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，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对呀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年轻有为，相信你啊！对呀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拥护革命是我的决定，但是人各有志，我绝不强求。现在，愿意跟随我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；不愿意跟随我的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数5个数，现在愿意跟随我的，把枪放下。5。4、3、2、1。都是血里火里滚出来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谢谢刘叔。好了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有仗一起打，有肉咱们一起吃。守住江城，人在城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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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帅，怎么又忘了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！是啊，昨天淮南那一仗真的是太过瘾了。你瞧那淮南镇守使啊，连裤子都还没穿上就被我们逮在床上，这叫一个快准狠。那个镇守使啊，是前清的巡防营管带，手下的兵都是些兵油子，平常只顾着捞钱、疏于管理，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那是。是啊，那好像是孙洪琛啊。我在广州都听说了，大家都说你不愧是当年保定军校的神童，首战告捷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活捉了淮南镇守使，我都觉得脸上有光。别说了，都是一群老弱残兵罢了，胜之不武，胜之不武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好好的露了一回脸，让广州那帮家伙见见你的本事。不说这个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前线吗？我来给你带个好消息。他果然走出这一步了。原来啊，我是横竖都瞧这个谭玄龄不上眼。现在想想，他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。悄无声息，兵不血刃就拿下了水陆要冲，不服不行啊！这个事情
未免也太顺利了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安呢？你是不是担心你父亲啊？江城，毕竟也是我父亲曾经的管辖范围。虽说我父亲下野了，但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这说不过去啊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也许你音讯全无，你父亲已经没有心思再考虑这些了。不，你可能不了解我父亲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在上海的时候，谭学林就和革命党有勾结，可惜呀，让他蒙混过关了。这次裴勋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推举的江城镇守使刚刚上任就叛变了。哼，裴勋他难辞其咎。是，好在我们在江城早就已经做了部署，就等着谭玄林自投罗网了。他以为搞定了陈少武就万事大吉，殊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大帅，给江城那位发电报，让他可以开始收网了。爹，您先别急。谭玄龄反水这个事儿，对我们来说，倒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怎么不是坏事？我刚刚委任这小子当江城镇守使，他就给我来了这么一出，这让别人怎么看我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指使他干的呢。若舆论真这么认为，我们何不因势利导呢？其实我们和革命军的正面交火并不多，毕竟我们裴家长居在北方，而长江一带则是徐伯钧的地盘。若真要论起来，我们与他们并没有深仇大恨。现在徐伯钧下野，如果革命军过了长江，那我们裴家就是他们最大的对手。输了是阶下囚，赢了同样元气大伤。如果我们抓住谭玄龄反水这个机会，向革命军示好，启动和谈，谈成了皆大欢喜，谈不成再动干戈也不迟。老傅，司令，司令，这么突然过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，没什么急事，就是这仓库里啊，到了一批新枪，德国货。我看兄弟们啊，膛线都磨平了，想给他们换换。那感情好啊，这回家就是不一样，鸟枪换炮啊。怎么查岗查了这么久啊？没什么事吧？都好着呢，就是咱们部队住得太散，我要是挨个查一遍岗，得2个小时。刘副给我们安排的营房这么远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东西南北哪都有，而且还都是大吊脚。我想着吧，刘副也不容易，能给安排上就不错了。再说，咱们谭家军向来都能吃苦，我也就没再提这事情。嗯。老傅，你把咱们谭家军所有的营房位置都标出来。好。都在这儿。不对啊，10几个营房，每个营房不足200人，这通讯、交通还有操练都不方便。这刘副带了10几年的兵了，不应该这么安排啊。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奇怪，不过刘师长别的对咱们都挺照顾，见咱们谭家军刚来江城，没有新的军装，总共2000套新做的军装全给咱们了。你是新军装吗？是，兄弟们今天刚换上。你们这军装颜色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啊？跟我说是原来的布料没有了，新的布料运不进来，所以颜色不一样。刘师长的意思是，等有了新的布料，再给咱们换上。哎，这个黑点是谁的部队？啊，这个是刘师长的一个团。这个呢？这应该是他的警卫营，这边是他的运输队。
这刘父是用他手下的2万人，把我们的2000人给围起来了。看来这衣服也是因为想要发动兵变的时候方便区分吧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刘父？武器呢？我们的武器在哪儿？武器都在咱们身上，但是子弹和重武器都在仓库。快，现在带我去仓库，不能惊动其他人。好，走。这锁孔里灌了铅，明天只要有人来检查，就会发现问题。糟了，他们竟然敢这么干！今天晚上就要动手。太师，老夫，准备迎战。是。等等，不行，不能是今晚。我必须要把婉清送出城，我得拖住刘父。司令，你护送婉清小姐出城吧，你们俩一起走。是啊，司令，谭四说的没错，兄弟们先护送你们出城。放屁！我谭玄林自从穿上这身军装，就没想过当逃兵。我会想办法送他出城，去徐光耀身边。司令，我没得选。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虽然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活，但是他必须得活。徐大帅的指示是要我们今天晚上收网。谭玄林的部队已经被分成了12个营房，每一个营房不足200个人，而且相距都在10里地以上，根本没法进行呼应。他们每个营房的附近都有我们的部队，只要我们一动手，他们毫无招架之力。报告，什么事？师长，谭玄林来了。谭玄林，是不是他察觉到了什么？我先去试探一下，如果发现异样，当场击杀。是。谭司令，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亲自过来呀？有事儿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过去就好了嘛。刘叔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是长辈，我这次深夜到访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向您讨个方便，能不能把江城码头附近的水雷给起了？我明早啊，想让婉清出一趟城。穆小姐在这个时候出城，干什么去？哎，她呀，是去找徐伯钧的公子徐光耀。啊，这时候往越城那边去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哎，徐光耀已经不在越城了。他已经投靠了革命军，只是一直瞒着他父亲而已。只不过婉清一直跟他交好，一直有联系，所以只有婉清知道他的位置。婉清，他现在找徐光耀做什么？哎，刘叔，你也知道，这徐伯钧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越城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所以我想让婉清去找徐光耀打探一二。还是谭司令您考虑的周到啊！没问题，属下这就派人去排雷，准备船只，明天送穆小姐出城。好，那就多谢刘叔了。那晚辈就先不打扰了。那谭司令，您慢走。好。传令下去，行动推迟到明天晚上。派几个可靠的弟兄盯着穆婉清，能够替徐大帅找到徐光耀，也是大功一件。是。走吧。司令。
情况怎么样？这刘富果然是徐伯钧的人。他想通过晚清出城找到徐光耀，然后向徐伯钧邀功。所以他这么爽快的就答应让晚清出城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只能拖住他一天。明晚必有恶战。司令放心，就算剩下一个兄弟，一口气，我们也会和刘富干到底。司令，晚清小姐还在署衙等你，打算怎么办？先去营房吧。是。老傅，老傅，啊，给我喝一口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我的宝贝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酒除了好喝以外，还能消愁，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。你看你抠的样子，你军饷没给你发呀？司令好。怎么还没睡啊，晚清？镇守使大人也太忙了吧，这么晚才回来。刚才在忙士兵安顿的事儿，事情有点多。那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我煮了莲子汤，进去喝一碗。晚清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我们之间还这么客气啊？你明天早上帮我出城，送一封信给徐光耀。为什么突然要给光耀哥送信？出什么事了？所以刘父是想跟着我找到徐光耀，今晚才没有动手。是，而且这电报局很可能已经被他控制了，不安全。所以你出城，第一是拖住刘父，第二呢，是赶紧让徐光耀派兵前来支援。可是刘父手下有2万人，你只有2000人，你能支撑得住吗？这刘父呢，一直在养病，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。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肯定没问题。可是光耀哥现在在淮南前线，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能到，以一敌十，我不放心你。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？啊？好啦，放心吧，以少胜多的仗我打的还少吗？而且我之前答应过你的，以后的事不会再对你有任何隐瞒。所以，我说能撑住，就一定能撑住，你要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明天早上就去。好，那我让谭四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。
婉清，我们现在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要不还是等你回来。我觉得不草率啊，反正我是想好了，铁了心让你做我的丈夫。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？如果这辈子我能有个老婆，如果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有别的想法。那既然没有别的想法，就过来把卖身契签了。签了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？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马匪崽子呢？不有点土匪做派，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？我哪里写的不对吗？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？韵脚都没押对啊！怎么，你是不愿意跟我生死相依，还是不想和我不离不弃啊？我说韵脚，你扯哪儿去了？我们把名字写上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不要再瞒着我了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
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呢，新婚之夜不喝交杯酒，不吉利。你想灌我？我灌你干嘛呀？你把我灌醉了，你就不用碰我了。这样，就算你死了，我还可以再嫁。交杯酒我喝，但是说好了，今天我们谁都不可以醉。好。你躲不掉的。真是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新娘子。我给我的丈夫宽衣，谁也管不着。干嘛呀？这些疤，我回来要检查的。多一刀，你看我怎么罚你。我不想走，我想留下来陪你。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家，我们要生好多孩子，我们每年都要拍全家福。我不想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婉清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把信交给许光耀，让他派兵来支援，这样我们才能守住江城，守住我们的家。到时候孩子、全家福都会有的，啊！可是对我来说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陪着我变老，我们陪着孩子长大，这才是我想要的一切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你答应我的，说好的一辈子，一天都不能少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天都不少。信收好了吗？嗯。平安符带好了吗？一直带着呢。我给你求的肯定灵验，子弹绕着你飞也打不着你。我信。可我还是舍不得你啊。没事儿，最多过2天，你就能见到我了。一辈子这么长，不差这一天，啊？嗯。我得走了，刘父的兵还盯着我呢。嗯。万青，请。等我回来。司令，真不敢想象，婉清小姐看见这封信，回营备战。督军，江城来电。说穆婉清出城去找了少帅，刘父知道督军惦记着少帅，所以把行动推迟了1天，还派人跟着穆婉清出了城，相信很快就有少帅的消息。替他打的江山，他偏不要，宁愿去给别人当马前卒。通知刘父，让他务必今晚动手，杀了太确林，江城就是他的。是。督军，督军，去找光耀，把他给我带回来，就是绑，也要给我绑回来。督军放心，我亲自去，一定把少帅给带回来。好，快！这陈少武死了，他部队1万多人，都被刘父收编了。
这寄人篱下的日子可不太好过啊。我们想要以少胜多，那就必须把陈少武的人拉下水。好主意。把陈少武的同党带走。是。走，出来！干嘛抓我？走！你们干嘛抓我呀？为什么？长官，这陈少武谋反，我们是真的不知情。您这是抓错人了吧？我们是奉刘副师长的命令，严查陈少武的同党。刘副师长那里还有一份从陈少武那里搜出来的名单，今晚我们会按名单抓人。有牵连的人，你们最好今天晚上在天黑之前坦白，也许还会有从宽处理的机会。按名单抓人，什么名单？会不会有我们的名字？这总不能听刘副他一面之词吧？婉清，我的病动不了。为什么动不了？我们现在正在和芜湖镇守使2个师对峙，如果我的兵现在调去江城，淮南很快又会落入敌人手中。不过我已经向司令部通知了，司令部现在马上会调过去2个团，前往江城支援。可是刘副有2万人啊，我们给他2个团只是杯水车薪。光耀哥，玄林只有你这个希望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婉清，前一段时间，廖希有给谭司令发过前线简报。我调不动兵，他应该是知道的。不可能，是他自己亲口让我来找你搬救兵的。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要给你写信啊？他信上写了什么？给我！婉清，你给我！不要激动！你给我！光耀兄，见字如面。江城危机遍起萧墙，我与谭家军2000余众，已被叛徒刘副2万大军困于城内，敌众我寡，孤军奋斗，为成功成仁，别无他途。我既已投身革命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兄与婉清自小相识，对他关切之音乃是一片赤诚。你我曾为同僚，虽相交不甚，心中却是惺惺相惜，肝胆相照。我战死后，婉清心中必是痛切，你是她唯一的亲人，望兄悉心照料，务必要婉清将我忘记，快意余生。革命成功之后，若能回到上海，记得带她去老街吃生煎，去佘山看夜景。我欠她一生相守，此生无法偿还，望兄代劳，护她周全。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，想光耀兄必不负我也。就此永别，感念之深。谭玄林绝笔。他骗我，他说要活着等我回去。我们昨天才成亲，他今天就不要我了。婉清，我要回江城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。婉清，你不要冲动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师长，我们要是丢了淮南，这可是军法论处啊！你闭嘴！再想想办法。光耀哥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我不勉强你，但玄林他是我丈夫，我必须跟他在一起。报告，报告师长，前面抓了一个徐伯钧的探子，指明说要见你。探子，查明身份了吗？他说他自己是徐伯钧的贴身副官徐远。
婉清，我有办法救谭司令了。师长，徐远，真的是你？少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副帅派你来的。是。副帅还好吗？督军病了，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已经起不了床了。副帅怎么会突然病重了？非礼的老毛病了。督军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把你带回去。为了越城百姓的安危，他愿意和谈。副帅愿意和谈了？督军说他想明白了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他不想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，那才是真正的一败涂地。跟我回去吧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晚上9点钟，以3声枪响为号，同时向谭家军驻地以及江城镇守实属发动进攻，务必一举打垮谭家军。是。传令下去，江城告急，所有人10分钟之内整理好辎重，即刻出发。是。报！报告，江城有难，需要我们支援。全体向后转，朝着江城方向跑步前进。老夫，你带人给我攻占军械库，控制重武器和弹药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季香莲，到，务必占领城中制高点钟楼，给我派最好的机枪手上去。是。警卫营，到，给我守好镇守实属，防止刘福偷袭。是。其他所有人，给我集中火力，打掉刘福老巢。擒贼先擒王，老子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好，刘福的人每天晚上8点巡营，今天他们要下手。肯定是等巡营之后，确定没有异常才会行动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下手之前把水搅浑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最后一间房了啊！打完了干活去。你这内务怎么整理的？说你呢？说你呢？啊！都把枪放下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报告，什么事？师长，陈少武的部队哗变了。把穆小姐押进去，不要让她乱跑。我先去见父亲。是。行吧。报告，陈少武的部队已经闹起来了。好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督军，我把少帅带回来了。父亲。儿子，你终于肯回来了，我徐家总算是不会后继无人了。父亲，真的愿意和谈了？啊，来，坐下说。
跟裴勋能谈，跟革命党未必不能谈。是打是谈，那不过是个手段而已。只要地盘和军权都在咱们手里，就不怕。而且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筹码。大筹码？现在江城，我们马上就要拿下了。革命党想过长江，江城是必经之地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你和谈的大筹码？我若与对面和谈，总要有个身份比较好。我现在只是个上海司令部的督办，在越城并未有一官半职，名不正言不顺的。越城的军政大权，早晚都要交到你的手上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去吧，把我的帅印拿过来。走到几里冷空。